小米的这个智能存储到底能不能叫做 NAS 呢？今天这期我会从开箱设置到实际使用，把里面比较重要的功能都给大家过一遍，最后也会告诉你它到底适合谁。我也算是个 NAS 大户，有群晖、飞牛和绿联。这次的小米智能存储到了之后，我就想看看它和这些真正的 NAS 相比，到底差别在哪里，又适合怎么样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从开箱和设置开始，再结合实际使用，看看它的这个相册备份、手机资料备份、SMB 共享、影视播放和米家生态到底做得怎么样。那我是云飞，咱们这就开始。期待已久的小米 NAS 它来了啊！我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包装。那小米智能存储，那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直接拆啊。你别说，它自带硬盘是真的挺重的啊。好，这就是它的机身的一个本体了，全金属的啊。然后它后面会有一个这个支撑的一个泡棉，拿走，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这里两块硬盘都已经给我们装上去了。按压这里，然后抽出。我这个是4T 版本的，一边一个2T， 然后都是这个系数的这个红盘。现在这个硬盘的价格是非常贵的啊。那这两个基本上按照大家的说法来说是基本上是抵了咱们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了，当然前提是你能够卖得出去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小米这个智能存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了，背后一个开机，然后一个 2.5G 的网口，然后 3.0 HDMI， 然后电源口。整体其实相较于其他 NAS 来说，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然后这是它的电源适配器，然后送了一根网线。然后整体的这个电源适配器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感觉，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功率，12伏 3.5 安，最大的话是42瓦。然后整体的机身其实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背后一个巨大的风扇，然后我们来把它再次装入。仔细盖住。它整体进风的话是从这个侧面这里去进风的，就是侧面这里它会有一道缝，然后从这边出风。然后接下来我来实际连接一下，看看它整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玩法。这里它赠送了一点2.5英寸的一个硬盘螺丝，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螺丝刀啊，其他东西就没了啊。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OK， 网线连上了，那连在这里，连上了。然后我们现在开机，点按它，应该是按一下就行了。然后去到正面看一下它的指示灯。指示灯现在这里有一点点红，然后现在我到手机上，手机上去连看一下，进入到米家里面，然后这里去添加设备，你看这里它就有了这个小米智能存储添加。这是手势连接啊。OK，
OK， 连接成功。那这个先暂时放在工作室吧。下一步，那小米智能存储我就直接小米NAS。下一步，然后它现在，大家看过、了解过小米NAS都知道，它现在是有2个模式，一个是 RAID 1，一个是动态备份模式。动态备份模式就是可以你自己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设定哪个文件是需要双备份，就是2个盘都有。而这个双备份模式就是，比如说现在它是2个盘嘛，就是整体是4T， 2个盘都是2T。然后 RAID 1的话，它就是2个盘上存的数据是同样的，这样的话就会损失一定的空间。然后这个动态备份的话，它就是有更大的一个空间。OK， 我们选择开始配置。然后配置过程中它会提示这里它会格式化硬盘1、硬盘2，然后下面有具体的这个 SN，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就等它那个什么。然后在格式化的时候，它会需要我们用小米账号去验证，去做一个安全验证。然后我们就验证一下这个手机吧，用手机去验证。我们下一步，好，来了。然后整体它在格式化，这速度还挺快的就是创建空间了。然后这里指示灯也是会变的，比如说你看现在它变成这个蓝色的了，蓝色的应该就是正常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盖板给盖上去，盖板的这里它是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透亮的透光的，那盖上去，你只能看到一点点非常小，就是在暗光情况下你才能看到它这个指示灯的这个亮度，它是在这里透亮的。OK， 我们配置完成，我们进行下一步。空间使用 1%， 好，那它现在整体的在这个 NAS 里面，不对，在米家里面就只有这些功能，就是一个开关机，然后还有一个中枢网关的一个作用。然后现在我们是需要去下载小米智能存储 APP， 我们去下载一下。这个为什么不是跳它自己的这个应用商店？它是有电脑版、电视版还有手机版，我们下载安卓版本。跳了 4.4 分。 OK， 等它安装一下。 OK， 现在是安装好了，我们打开，同意一下，然后登录自己的这个小米账号，允许。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相册快速备份，然后选择备份相册，然后设备互联固件自动更新，然后文档自动备份，备份目录是这些。这里就开吧，开一下，然后文档自动备份也开，备份相册、截屏、录屏。它要是能把云端的这些东西自动下载下来就好了。好，看一下这里，相册备份在校验，那已经在备份了相册 OK， 影视现在是空的固件版本一来就有新版本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先更新一下 OK， 一点多个 G。 好，现在整体看下来，小米这个 NAS 它和我们之前接触过的不管是飞牛也好，还是群晖也好，还是绿联也好，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那种 NAS， 然后具体的这个效果还是得等我实际用了。现在我们只是还是在升级固件嘛，
等我实际用了，再跟大家详细的来做一个分享。我现在已经尽量高强度的用了1个多礼拜，确实有很多细节要给大家补充。小米这款产品，它就不是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 NAS， 这个大家要先有概念。小米的产品宣传里面也没有 NAS 的字眼，它上面写的是智能存储。我实际用下来，它是更适合普通家庭用户，而不是追求专业功能的进阶用户。具体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从它的这个软硬件和系统的定位看起。硬件配置我就不展开讲太多，具体的这个参数直接贴在画面上，大家看一下就行。对于它来说，硬件它并不是说最核心的，真正决定使用体验还是它的这个软件生态。目前安卓 iOS 都有对应的软件，电脑端也都是齐全的，电视端也有 TV 版本的一个应用，客户端这一块基本上覆盖了主流设备。为了后面说起来方便，我下面就还是把它叫做小米 NAS。但大家要知道，它的这个系统其实比较简单，主要就是相册、光影、文件存储和米家生态这4块。它和传统 NAS 最大的不同是系统相对会更封闭一些，除了官方提供的这些功能，目前基本上没有基于安装应用扩展成服务器的空间。那我们接下来就按照实际的使用来看看小米智能存储到底能不能满足普通家庭用户。首先，我们第一次设置是真的非常简单，它本身就是小米的这个产品，所以你直接登录对应的小米账号，按照提示把设备加进去就行了。包括后面的家庭成员的添加，它也不需要你再单独创建一套新的 NAS 账号。比如说我们米家里面原本不是就会有很多个家庭的这个成员嘛，其他的用户直接下载这个小米的智能存储 APP， 然后登录自己的小米账号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和传统 NAS 还是真的有点不太一样的，传统 NAS 是需要重新添加用户、分配权限之类的。当然，设备的主人是可以看到其他成员具体用了多少空间，然后也可以选择禁用对应的一个账号。我们一开始选择的是多旁备份模式，它会默认开启照片和文档的这个多旁备份，这个模式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和其他 NAS 的这个 RAID 模式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重要数据可以自己重点双备份，同时硬盘的空间还可以最大化的利用，这方面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它不仅仅可以在文件管理界面直接长按设置是否开启双备份，也可以在储存管理里面打开，里面不仅仅有多旁备份的详细开关状态，也会显示具体占用多大。而外面的设置里面也有换盘扩容的一个选项，具体逻辑是关机，然后拔下硬盘1，然后插入新的硬盘，且大于当前内部的硬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2T， 然后再插入，这个时候开机应该就会备份硬盘2的内容了。但具体是如何备份，我这里没法演示，因为咱现在是真的很缺硬盘，前段时间涨了2倍多，是真的被狠狠割了一笔。那么了解完它的备份和扩容，那么接下来就看手机备份。我们先来看一下相册和文档备份，它的整体逻辑会比较简单。打开对应的开关之后，它会把手机里面选定的相册以及下载目录里面的文档自动备份到这个智能存储里面。设置好之后，基本上就不需要你每次手动操作，可以自动的备份。我自己用了很多年的小米手机，云端相册里面已经积累了有4万多张照片，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样一个设备，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就不仅仅是备份新拍的照片，而是希望把所有的照片都备份下来。那么小米它做到了吗？先说日常新增的照片的备份，这一点目前用下来是挺好的，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感备份。设置完成之后，新拍的照片会比较自然的备份到智能存储里面。手机 APP 里面也有直接的相册入口，会先加载略缩图。想要看高清的话，就需要你再点击加载原图。相册里面的分类也比较的完整，除了全部照片、收藏、截图和录屏、视频实况、地图相册之外，还有人物、旅程、证件、票据和宝宝相册。不过这个相册的这个智能整理能力目前还不算特别成熟。先说人物识别，它会按照人物把照片分出来，但同一个人如果被识别成2个不同的人物，我把它们命名成同一个名字的时候，并不会自动合并，需要自己手动点一下。更奇怪的是，如果一个人物已经设置好了名字，另一个还是未命名，那合并之后还有可能会变成未命名，把之前设置好的名字覆盖掉。这个逻辑目前没有做好，后续得等新的固件更新。而旅程功能目前识别出来的这个内容也不算多，我这边现在只有3个旅程，它应该是主要根据原图里面的这个位置信息来识别的，因为原图照片才有比较完整的这个 GPS 信息嘛。如果照片只剩略缩图或者
原图本身就没有位置信息，那自然就没有办法识别出完整的旅程。而对于我这种老米粉来说，真正麻烦的是其实是这个历史照片的一个迁移，因为云端相册里面它其实有4万多张照片嘛，手机本地也有很多历史照片，现在只剩下略缩图，真正的原图并不在手机里面。这样同步到 NAS 之后，除了本机最近拍摄的照片之外，很多历史照片其实并没有原图，留下来的略缩图还会占用空间，但实际上作用又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既然是小米自己的智能存储，就应该提供一个从小米云迁移历史照片的一个功能，把云端的这个原图下载下来，然后再和 NAS 里面已经有的照片进行匹配，保留原图，同时把略缩图和重复的文件合并掉。这对于小米生态老用户来说，这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需求。但目前如果你想把原图找回来，只能够自己去小米云里面下载，再手动放进 NAS 里面。而且它现在也没有很好用的相似照片或者重复文件合并的功能，2个来源的照片很容易重复，后续整理起来其实会比较麻烦。所以这个相册日常备份，新用户用着确实还行，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老用户云端相册的迁移工具，那它就是不够好用，甚至没有这个功能。它是解决了新照片自动备份的问题，但却没有真正解决历史照片的原图补全和重复整理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就是手机备份了，这里面重点说微信备份这块和照片备份它完全就不是一个体验啊。微信记录备份目前只能在局域网下进行，需要我们自己主动点击，不能自动备份。每次备份的时候，微信本体会有一段时间变成灰色，不能使用。而具体的备份时间就看你微信数据的大小，像我这个是170G，就需要备份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习惯隔一段时间备份一下，那么即使前面备份过了，那也是需要把全部的内容全部扫一遍，然后再备份新内容。整体其实并不比重新备份的时间短多少。而手机备份实际体验和小米换机它是类似的，你可以选择你自己需要备份内容，然后开启备份，期间可以把它挂在后台，可以使用手机，不过会比较烫。然后你需要恢复的时候，自己选择恢复即可。所以微信应用备份和手机备份，在我的理解下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你需要换手机之前或者隔一段时间自己手动备份一遍。这样你的 NAS 里面其实就保留了你的这个长期数据，换手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恢复。然后像手机意外损坏、遗失之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份自己的数据，就会相对来说会保险一点。不过有一个小限制，因为这2个备份其实都是大文件备份啊，所以只能在这个局域网进行操作，在外是不能够进行备份的。那讲完相册备份和手机备份，我们来看文件的存储功能。前面有讲到过共享账号，实际上是小米的自己的用户体系。主要解决的是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登录 APP 访问这台设备的问题，而主账号和家庭账号在以上内容上都不会有啥不同，但在全部应用里面会有一些不一样。主账号它是有用户管理和监控存储、中枢网关，除此之外其他功能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文件共享就会有一些不同啊。首先这是小米 NAS， 那么它除了可以在 APP 里面设置内容，一个更大的不同就是可以直接在小米手机的文件管理器里面看到且使用，所有的用户都可以直接在文件管理里面使用。当然得要稍微新一点的手机和系统，且在文件管理的这个里面内容都是对应账号单独的一个内容，不能共享。而手机 APP 里面的是可以开启共享文件夹，可以设置给不同的用户使用。这些特性是真的生态用户的一个狂欢啦。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 NAS 设备里面存一些文件，整理一些内容，可以是大的，也可以是很重要的。在有网的情况下，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文件管理器里面访问，这还是非常香的啊。具体的速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局域网内我都是连接的 2.5G 的这个网线，电脑也是 2.5G。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速度，转移文件到小米 NAS 里面速度最高是180兆左右，从小米 NAS 下载下来的速度最高是120兆左右。而 NAS 的另一个点就是可以把文件挂载在其他的设备上使用，小米这个也有，它是在网络邻居的这个选项里面，目前有 SMB 服务。这里面有一个特性啊，它是只能分享根目录下最外面的单个文件夹，没有办法同时设置多个文件夹进行访问。如果你想要访问更多的文件、更多类型的内容，那就需要重新设置其他的共享信息，或者说只能在已经共享的文件夹里面继续新建目录。在我们设置好之后，就可以在电脑上面连接小米智能存储，存放内容、访问 NAS 资源都可以。特别是小米 NAS 比较封闭嘛，下载资源你可以借用这个方式，就可以直接把下载路径设置到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存放一些你需要的方具之类的文件了。
那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有其他 NAS 或者软路由，那也可以让其他 NAS 挂在小米，然后配置其他的下载器，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案。然后这里有一个点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它的这个 SMB 服务经过实际的测试啊，它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屌啊，就是它只能共享两个账号，一个账号两个账号，然后就不能再共享了。其实说根目录里面其实只有2个目录是可以共享出去的，明白了吧？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创建了这2个共享账号之后，目前好像没有办法删除，没有找到删除的地方，长按也不能删除，你只能关闭掉它。懂吧？那为啥我们要这么折腾呢？那就要讲到小米 NAS 目前可以下载的2个应用了，只有百度云和迅雷，所以整体的资源下载可选的不多，才有上面我讲到的这些使用方式。但这里面有一个挺恶心的点，就是百度云如果你不单独开 NAS 会员的话，就不能设置自定义下载路径，这个限制还挺烦人的。相反，迅雷这边就比较方便了，可以直接设置下载内容的位置。那讲完文件的使用和下载，我们再来看一下影视功能。在影视里面，我们需要设置自己的资源库，比如说我的就是前面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动漫电影，里面有内容的话就会自动刮削封面和评分信息，应该是完全用的豆瓣的。但目前版本影片识别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准啊，尤其是同一个系列名字比较接近的几部电影可能会匹配错，然后如果是多季的这个番剧，就有可能会遇到识别不了技术的问题。不过好的点是它支持手动修改识别有误的电影和番剧，但目前可调整的范围会比较小，像第几季之类的这个目前就不能调整。而在播放方面，局域网内正常播放电影原盘原画，目前是可以直接播放和拉动，这个大家不需要担心。杜比世界之类的内容，如果电视本身支持，它也会按照对应的格式来播放，但是它并不会直接显示告诉你说这是什么格式的。不过移动端的 APP 目前可以设置内容不是很丰富，具体的解码信息也看不了。如果你是从飞牛或者说其他 NAS 过来的，会觉得稍微有点简陋。再一个就是选级数的界面，目前是直接全部的这个文件名，还是需要尽快优化一下的。而外网播放正常动漫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说你要在外网看没有压缩过的原画，那基本上就不太行，给的免费的上限是不太够的。还有一个点就是目前的桌面端使用，如果你要看影视，那目前的这个体验是真的非常不建议啊。不过目前毕竟还是早期的版本，就等等后续的这个优化吧。而另一个比较有小米生态特色的点就是这个监控存储，这个功能需要特定的小米监控然后才可以使用小米智能存储的这个存储功能。你们可以看一下当前支持的列表，其实这里面的监控本身就支持存储到 NAS 设备里面。不过小米 NAS 和其他 NAS 不太一样的点就是，如果我们是存储到其他 NAS， 我们是需要先插一张内存卡在里面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但如果是连接的小米智能存储，那就是可以直接存在 NAS 里面。然后直接选择保存的天数，比如说7天、30天，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也不需要加一张额外的储存卡。那么当然，监控和 NAS 需要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异地是不行的。最后就是米家极客中枢的功能，小米 NAS 本身就是可以作为米家的中枢网关，而且是主网关，优先级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本身就需要一个米家中枢，那小米这个智能存储里面是直接集成了，相当于少买一个设备。具体的使用是和小米的那个极客中枢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其他一些细节在米家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 NAS 的一个状态，进入就是中枢网关、开关和重启。具体的其他内容是需要到小米的智能存储的这个APP 里面去使用，然后前面我们备份了照片之后，是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设置释放手机空间嘛，也就是把备份过的照片直接在本地进行删除。现在是新增了一个刚刚更新的新的固件，就是新增了功能，之前是只有一个选择已经备份的，那么现在是可以选择全部3个月前、6个月前、1个月、1年以前、2年以前，这还是挺好的。那当然它还有一个保险箱的功能，就是这个是否使用看自己，保险箱是加密储存，设备或者说硬盘故障之后它会很难恢复，所以开或者不开看你自己。那么用到现在，我觉得它的定位一句话就可以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给极客折腾的传统 NAS， 而是给普通家庭用户用的小米智能存储。设备买回来下载 APP， 登录小米账号、相册、微信和手机数据都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发起备份，家里面其他的成员登录自己的账号也可以直接使用。而像飞牛
备份相册它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是微信或者说整机的备份，通常还要用第三方的工具，甚至没有，步骤会更复杂，有些还需要付费。小米是直接把这一套都做进系统，那么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照片、文件和影视这3个是家庭最常用的需求，它目前都覆盖到了。再加上小米手机的这个文件管理、家庭共享、监控存储和米家中枢，小米生态用户用起来就非常的简单且顺手。但你上手之后，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是一款做的比较赶的产品，核心功能已经可以用了，但很多细节没有打磨好，距离真正好用还要看后续的 OTA。如果你不想当早期用户，那再等几个版本它没有问题。而价格方面，普通用户单独购买2块同级别的 NAS 硬盘，价格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整机。网上有一种说法，小米可能提前囤了一波硬盘，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厂商采购批量采购嘛。再加上现在是一个众筹的定价，成本本身就会比我们单独购买的这个售价会更低，所以整体看起来小米这个 NAS， 你这个乍一看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你是小米生态的用户，只想简单的备份照片和手机存放文件、看看电影，又能够接受目前的这些需要更新的小问题，那它确实可以考虑。但如果你想安装 Docker、搭载服务器、跑各种应用，那还是去选择群晖、飞牛、绿联这些传统 NAS。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小米智能存储的详细体验分享了，希望可以给准备购买的朋友一点真实的参考。如果你已经买了，也欢迎在评论区说一下你的感受，对你有帮助的话，一定记得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我是云飞，保持思考，那咱下期视频再见。在我们后端的这个 USB 接口，我们插了这个 U 盘之后，或者说其他的设备之后，它是会在我们的这个文件的这一块，不是有内部存储嘛，然后它会多一个外部存储，多一个外部存储之后，这里会显示我们连接的这个U 盘或者说硬盘，比如说我这里就是 VPE。那这些都可以直接拷贝，比如说我就直接拷一下这个，复制到内部储存空间，直接复制到这儿，那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那这是一个小点。然后你看这里它有显示外接储存支持以下格式，那大家可以自己确认一下。那这里可以选择安全弹出，你看这就弹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拔下来。那在我们这边直接连接了 NAS 的这个 HDMI 之后，它会显示一个 HDMI 直连播放。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影视里面，它就会多一个设置比如说最著名的装逼方案，我们点击播放，你看这里，它上面就会多一个这个，它这里会显示 HDMI 播放，我们直接点击播放。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器上就能够播放了，或者说自己的电视上。然后手机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这个小的遥控器，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